上，水果稻花香。八千里路云和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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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千里路发出冠平安祝，小小雨歇，八千里路开望眼，八千两天长啸，八千里路壮怀激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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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怀激烈。上，水果稻花香。河水映月亮，宝宝睡得香。八千里路云和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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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千路发冲冠平安祝，小小雨歇，八千里路开望眼，八千两天长啸。壮怀激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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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怀激哎，老夫，馋肉了。嚯！哎呦，好香啊！嘿嘿，还是当年那个味儿。看着这笼屉冒着热气儿，这就是最好的日子。这心里边啊，
就是他妈的踏实。起来，来。是，哎，来了。哎，你说这兵荒马乱的，怎么租界的餐馆生意这么好？哎呀，现在这日子呀，可真是叫怪。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、饿死的，结果钱挣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，尤其是租房跟饭店。你想啊，来了100多万人，都带着全部的家底稀软，一日三餐没地方没锅造饭，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？便宜了谁啊？哎呦，老板，啊，哦，不锅了。您尝尝。好手艺，是山东味儿，地道山东味儿啊！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，我还当他是天天体的。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吧。哎，谢谢老板。对，哎，包子，哎，方厨那小金子走了，正好空出一张床。晚上打烊的时候，你带着他，就让他睡那张床。好嘞，啊，谢谢老板。山东大包子出锅！哎呀，好嘞，上包子嘞！来，哎。弄到是個三十班風雨，下過公無濃。啊，裤子！哎呦，大嫂，啊，没烫着你啊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楼上住的还适应？哦，蛮适应的，还可以的。该吃饭了。淑媛，淑媛，饭好了没有？李淑媛，饭好了没有啊？你聋我聋啊啊！说话靠说，不用喊。那这些，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。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，不是204颗嘛，就是198颗。我给你数数啊。哎呀，你这含着谁呢你？都是在家里数米玩的。什么叫寒碜呀？这4个人吃饭，我不得平均分配呀？那你告诉我，就这么点米，我们该怎么吃？是蒸啊、煮啊、红烧还是溜啊？哦，哎，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呢，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本事才能吃了吧？大嫂别走啊！那遇事就躲，可不是大嫂您的作风了吧？大嫂可是向来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。现在张家呀，在吃米这件事上遇到了个小坎儿，一起聊聊呗。云奇，啊，你也坐。我把这火再弄一下。舒远，自打我来了以后，咱们也从来没有好好聊过。我是觉得，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，家里要有什么困难，总应该把问题放到台面上摊开来讲，一起想办法才对。现在2楼呢，我也已经住进去了。那个刘小姐、屯舍人都已经搬走了，咱们就先不去聊她了。我这边呢，回到上海也是为了来找云葵。现在我这找云葵的路子也没找到，他
太爷也没回来，我托云奇去找太爷，到现在也没有消息，我确实是心里着急。要是我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心里不痛快了，我跟云奇道个歉，你们别放心上，行不行？大嫂，这不是什么道不道歉的事儿，咱现在得把这个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。是。哎呀，你假捅什么呢？我真捅的呀！这刘不刘小姐的跟咱也没关系，在她背后的那个胡经理，他这个人的手段，我比你清楚的多了。张云奇，我告诉你讲啊，你得罪了老胡，我就送你4个大字吧：朝不保夕。你给我坐下，背挺直了，像个爷们儿点儿。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。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，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。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，出点主意，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。说的什么呀？什么求嫂子支支招，含沙射影，夹枪带棒的。大嫂啊，对不住啊，淑媛说话嘴上没把门的，但是话糙理不糙。我要是真是丢了这份工作，咱家这往后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。那云清，你说的蛮对的呀，都是一家人嘛。我知道你们挺辛苦的，我也很感谢你们。可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这么多户人家，还有刚刚搬走的刘小姐，收上来这些租子，就不够养活我们4张嘴吗？是你收上来的。所以说，大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，那点房租真的塞牙缝都不够。那我们前2天吃的那个塔库菜。过了3条路，怎么又聊到塔库赛？你兜那么大圈子干什么呀？大嫂刚刚说过不要支支吾吾、躲躲闪闪，这不是在说你的吗？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？我娘家的肥价都送去当铺了。不是，大嫂还给你送的那个镯子呢？哎，你就别跟我提那个什么镯子了，我找懂行的人看了，根本要不上什么价。人家说了，说是什么地方货。地方货。是和田的，是和田的，是和田的呀！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娘家给我的嫁妆怎么会不是和田的？娘家的嫁妆怎么会是？哎呀，现在说什么和田不和田的事儿了？那和田还有山料和水料呢。我这些东西要不因为是假的，我早就把它当了。这些东西是给我撑场面的。我现在就一个字，我恨。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，一拿针我手就抖，一穿线呀，我的眼神就不聚焦。但凡我的手脚好一点，眼神好一点，哪怕我出去啊逢个穷，做点老妈子做的事儿，补贴点家用，总好过现在天天在家里逛荡来逛荡去，碍人眼。那我去找工作好吗？我明天就去找工作。我要是找不到长期的，我找个零工来补贴家用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不行，大嫂出去找工作，小毛头谁照顾？大嫂，你这话，哎，说到点儿上了。到底大嫂人家是大户人家，知书达理。你这么说呀，就代表你就不是个幼稚的人。这外头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呀？不劳动者不得食啊，劳动的人他最光荣。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呢，就代表这天儿啊也没白凉。哎呀，你看，我这种不劳动的人，外头一到下雨天，我这个腰就不行了。云奇，赶紧的，回屋给我揉揉。这米还没淘呀？这么点米怎么吃啊？不劳动者不得食。今儿咱俩饿着，老惦记在大嫂嘴里虎口夺食。赶紧的，八两大追。哎呀！屋里是挺冷的，我把炉子再捅暖和一点。
星期，嗯，你知道200多粒米有多重吗？不知道啊。也就1000。哦，1000啊。这碗里少说也有2两，大概3、4千粒米的样子，熬个3、4碗粥，也是够了。周远，我去熬粥，就这些米，谁也夺不了谁那一口。做好了叫你们。最新的报纸，外报！先生来份报吧。先生要报纸吗？最新的报纸。哎呦，大嫂，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？哎，那正好，待会儿呀，你洗完这些，捎带着把我这2件拿法水摆一摆。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，也就自个儿洗了。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。这2天天凉，孩子拉肚子，上午还拉了，窜稀。哎呦，这有啥的？那我还听别人说，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。没事啊，我不着急，您慢慢洗。辛苦了，大嫂。娘，牛肉。这个，你我今天搞到2瓶香水呢。哎呦，我的天老爷，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，还是全户的。怎么着呀？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，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，你这5块10块的，你可涨了好几次了。租2个月，你有3个月的押租啊！你这不是趁火打劫，发国难财吗？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？那你们几个跑单帮、囤积居奇的算什么？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，不如让你们家阿远多跑几趟。甭说是房租了，整条弄堂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。路上导师的不花钱呀，你们怎么不去啊？你再说一句试试。云奇，哎，我这里不是1、2天了。大人的事你别管，上楼去。给你哥上楼，快！好，杨姑奶奶，我把钱给你。哎，你别抢呀！小年纪冲我喊，论嗓门大，我是你奶奶。哎呀，曾人别相不够，
谁人不想赚钞票？在这里，在哎老呀，你山里不要再嚎了。你说这房东太太吧，仗着有这房子啊，把我们住户啊都快逼死了。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呀？这炉子上有热水，你怎么不知道用呢？你这还没出月子呢，不能碰凉水，会落病的。来，谢谢景娘娘。按理说呀，这水都不该碰。我把这个给你放在炉子上，你接着用啊。张云奇，你说说看啊，这家里男人该干的事儿我都替你干了，要你有什么用？什么叫要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只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。哦，那你关心的怎么样了呢？你过来看，日方战死800，战伤4000，敌，呸，你们才敌方。华军遗弃尸体84000，俘虏15000，虏货品之主要者步枪129000，重轻机关枪3200，迫击炮、山炮。行，停！哎，《新生报》，小日本办的报纸，能写我们什么好呀？哎呀，不就你之前说的那点公债吗？大不了咱不要了啊！哎呀，不是啊，国军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？啊，说好抗战必胜的呢？那国家这个样子，你让我怎么活呀？张云奇，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么爱国呢。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，你小子一定有事儿瞒着我啊！你现在赶紧坦白，早坦白，你受的罪也少。那我坦白了，你必须打我。不打你，我借高利贷了。你借高利贷？我后来买的那些公债都是借高利贷买的。你用高利贷的钱来买公债？那我不打你一棍，咬死你！哎呀，不是了，中日开战以来，他们一折在抛售，我就一折抄底；他们抛，我就抄。我这不想挣点钱吗？那我总不能让黑商那些放高利贷的去卸我的胳膊卸我的腿啊！卸你胳膊卸你腿也是你活该！哎，这我想买自己的房子，我总没错吧？房子？我想生自己的儿子呀！儿子呢？那我才能理直气壮的。那现在利滚利越来越多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张云奇，我看你脑子瓦特了啊！你不知道这个高利贷的利息比公债要多多少倍吗？好呀，你现在工作得罪了胡经理，钱你也还不上，你现在脑子里头全是日本肥皂水，你就等死吧你！我找过胡经理了，他说这事有转机。滚出来再说。我不。张云奇，我现在跟你在解决问题，你跟我玩什么缩头乌龟啊？你欺负我人高马大，没办法钻进去是吧？别逼急了啊！逼急了，我把这床都掀了。我数到3，你给我出来。3。那你不能打我。我不打你。你也不能咬我。我不咬你。出来。
说吧，胡经理提了什么条件？藤田你还记得吗？谁？就是那个总在虹口混的那个什么日本文化商人。你说好不打我的？侬这胆子大的啦！要学胡经理跟什么日本人混？哎呀，你打我没有意义。你听我给你讲道理嘛。哎，胡经理啊，从开战以来就说打不赢，悄无声息的就去跟日本人做起了生意。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，看上了咱这房子了。我说呸，你个臭汉奸！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，咱要是帮他办成了，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，还能带着我做点生意。我想，要不要先糊弄的答应了，跟着他们赚几笔快钱，解一下咱们的燃眉之急。你跟日本人交往一下，那可能是多一条门路。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帮畜生玩意儿，犯起性子来根本就不是人。你替他们办事儿，那就跟那鼻涕似的，一沾身上就甩不掉。送你俩字儿：汉奸。谁汉奸啊？我才不是汉奸。咱退一万步来讲，现在就算是打回来了，咱比那口腔爱国的可强太多了吧？咱们是真金白银的爱国，要说爱国，谁比得过咱们？我们张家满门忠烈，满门忠良，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也悄无声息的去跟日本人拉拉手，交个朋友。关键时刻许是能保全咱们，总不能我真被黑色他们卸了胳膊卸了腿。下策，下策，这都是没招的招了。这房子日本人想要，我还想要呢。哎呦，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小心，小心再小心。那现在只能拿点钱去铺点路了。哎，手头还有吗？再添点儿。滚！这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你说说看，我怎么就嫁给你这样的人呢？那是老婆你深明大义。祖良，你睡了整整7天，不是发烧就是说梦话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我经历了一切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牺牲。当时我们意气风发的去投军，短短几个月呀，一起投军的同学们就剩我一个了。老孙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。南京城破那一天，他带着野战医院7、80个伤兵往下关的岸边撤，但是岸边没有一艘能渡江的船，日军步兵45联队包抄了上来。我们一个伤员说：“长官，你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，你来指挥吧。”老孙哪懂军事啊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：“弟兄们，跟鬼子打！”据日本人的战报说，中国人不断蜂拥冲来，除了死斗还是死斗，反复斗，血肉横飞，人人称血人。阿光被分到了医院3部，撤退的时候3部没有交通工具，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撤。日军冲了进来，对医生、护士还有伤兵采用了无差别的屠杀。他们连子弹都不愿意用，就直接拿刺刀条。阿光冲上去和日本人交涉，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，就被日军的刺刀给扎透了。阿光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握着输液瓶，这是我从
一个逃出来的医生朋友那儿听说的。我和小沈都被分到了总院。我们撤到一江门的时候，遇到了溃兵踩踏。小沈护着身后20-30个伤员，大喊着：“兄弟们，我们身后是受伤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碰他们。”可谁听啊？溃兵像潮水一样从他们身上涌了过去。小沈冲着我大喊，我根本听不清。溃兵散去，我跑过去抱起小沈。小沈已经被踩得没有人样了。我到现在只想知道，小沈到底跟我说了什么。我不怕牺牲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价值的牺牲。你觉得什么是价值啊？轰轰烈烈的战死，为国捐躯，死得其所。可是有多少的牺牲是因为荒谬的指挥？南京因为长官不告而走，败军一哄而散，撤退变成了互相踩踏。多少兄弟因为上司的失误白白丢了性命。吴府县、西城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，但是所谓的永久性的钢筋水泥，只有外面一层是水泥，炮弹一轰就垮，里边都是烂了的竹子。除了腐败，还有无能、私心。即使在亡国的危机前，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。祖良，你的信心难道动摇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。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，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？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小姐，罗少爷。小月。罗少爷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打淞沪的时候，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87旅的伤员？87旅，谁在里面？就是万福。孟万福跟我结婚前一天去当的兵，就在87旅，旅长叫张云奎。您知道他们的消息？小月，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。什么是全部殉国？就是都战死了。小月，想哭就哭出来，别憋着。小姐，我不会哭，我已经哭不出来了。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。小月。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你来不愿尊贵。伯伯，这份传单了解一下可以吗？祝我们齐齐唱唱中华民族的哥哥，这份传单请你看一下。共振的八路军的宣传单。八路军，115师平型关大捷。
那个时候我们还全都上街庆祝了呢。我还听他们说，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。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，有困难找八办。哥，你这是要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啊？我都有住处了，我找他去干嘛呀？我是去找老太爷。你们旅长都不在了，你找老太爷干嘛？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？别给我瞎贫啊！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月的钱，我不找他，我管谁要钱去？我跟你说啊，管好你自己的嘴，别跟我瞎咧咧。哎，哥，你带着我呗。丁律师啊，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。你看外面，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，何况你还带着孩子。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，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。理解。谢谢。抱歉。下一位。这位女士，您好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这么高？谢谢。对不起，认错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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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您好，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？武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，你要打什么官司？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，我的情况有点复杂。啊，太太，我刚说了，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，而且还要付预约费，要么您现在登记，要么您再考虑一下。我了解过武律师，
128事变以后，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19路军。淞沪会战爆发以后，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，出钱出力。我相信。对不起，太太，您刚说了这么多，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。太太，你不能这样。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父子。吴律师，你不能这样。吴律师，太太，你不能这样。吴律师。太太，您刚才说87旅，87旅，那张云奎是我的先生。张太太您好，鄙人吴建章。张太太，里面请。谢谢。张太太，请坐，坐，啊，坐。说起来啊，我跟87旅还是很有缘分的。我是罗店人，老家就在白家寨。来，哦，距离87旅的阵地就10几里路。听家父说呀，这场仗87旅打得很英勇，也很残酷。天上一下雨，整条街都红了。虽然阵地没保住，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，87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死斗，拼到最后一个人。他们看在眼里，刻在心里。那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，哼，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，欺负死人开不了口。我第一个不信，我连的父老乡亲也绝不会相信。张太太，您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说，帮得上忙的，吴某一定尽力。作为罗店人，我代表父老乡亲们，向张旅长，向您，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，谢谢。